哎，一会儿呀，老张家的儿子就来了。哎，妈，这事成之后，不是老张家真能给50万？那当然，老张跟秦梦跟我说了，只要把秦梦呀送到他的儿子的床上，就给咱50万。等你们这50万，你的老婆本来就有了。好妈，哎，咱快走吧，别耽误一件好事儿。快走。真是的。你们谁？姐姐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不行，上我床上坐会儿去。小婊子，不要赔，不要！我还不去赔，我管不了你了吗？小婊子，你还敢跑？谁啊你？别怕谁说我告诉你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你说开，我干什么呀？你还好吗？要说帮帮我，别说我好热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难受。帮帮我。妈，我怎么会和陌生男人发生这种事情啊？爸妈知道了肯定会打死我的。给我查一下，昨天晚上谁来过我房间？医生，胎儿各方面都很健康。胎儿？你是说我怀了宝宝？他的年龄才22岁啊，你男朋友呢？怎么没有陪你来？这个宝宝是大叔的，我应该留下他吗？你个死丫头！我说怎么找不到你了？你跑到这儿来偷懒了你？这是富士集团点的外卖，你赶紧送过去。富士集团可是我们刚谈的大客户，一点也耽误不得。你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刚才路边有人塞给我的传单，妈，我现在就送过去。副总，那晚能查到了，是华谊街一个小饭馆带来的女儿，叫戚梦。那天好像是被她家人送错了房间。华谊街是公司要收购女小姐吗？是的，而且正好也到了考察时间。飞车去华谊街。是。你就是那个送外卖的，来看看几点了？迟到半个小时，饭都凉透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抱歉。给我吧。
你说你迟到也就算了，连个饭都拿不稳，你这饭让我怎么吃？不好意思，那我重新给您做一份。这个饭我今天不要，双倍价钱给我。麻烦您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回去重新给您做一份就送过来。我实在没有钱。都说了，今天双倍把钱赔给我，不然你别想。今天双倍把钱赔给我。你这你听说没听见吗？副总，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我傅氏不欢迎你这种欺软怕硬的人。副总，我错了，副总，你原谅我。大叔，我快受不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的，大叔，谢谢大叔。上次的事情我也补偿你。上次的事情也是您为了帮我，没关系的，大叔，我不能拿您的钱。拿着吧，这是你的补偿。那我就当这是大叔给宝宝的吧。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大叔宝宝的事情？大叔，其实我怀，副总，华谊街那边收购的人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们在等你的市场。收购？原来大叔这么有钱啊！看来我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。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大叔，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大叔，帮帮我。谢谢大叔。等一下，这上面有我的电话，有事情记得打给我。谢谢大叔。副总该不会是看上这小姑娘了？欢迎下次光临啊！这不对呀、这账上整整少了2万块钱。你看，我已经算了好几遍了。哎妈，你说这钱会不会是我姐偷走的呀？啊，她会不会已经知道了？咱们把她送到张家这儿？肯定是他偷的。说起这事，我老娘就来气。上次竟然把他送错了房间，整整50万啊，就这么没了。对，等会儿他回来，我非好好收拾他不可。原来大叔是傅氏集团的总裁，难怪这么厉害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你干的好事儿，好个不学，你学会偷钱。我问你，钱呢？妈，我偷什么钱了？还不承认呢？账上整整少了2万块，不是你偷的，是谁偷的？不是我偷的，我没有偷钱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上午你也把你送到老张家去，所以就偷了家里的钱来报复我。我告诉你，这家里的钱没有一分是你的，你赶紧把钱给我还回来！妈，什么老张家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真没有拿钱。你问问你爹，万一是他拿的呢？你还敢无视你弟弟了你啊！我看你是胆肥了！你
知道天高地厚的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把钱还回来，你就少点出这个门。姐，还说这钱不是你偷的呀？啊，银行卡都办好了。好啊，齐妈妈，我养你这么大，你还学会撒谎了你！我。你把那张银行卡还给我，那不是我的钱。起来，这是咱家的钱，我凭什么还你？我看你就是不知死活，今天被打死一个。老板娘还吃了没？哎呀！我得收拾。来，里面坐，里面坐。来。这身材好啊，发到网上一定流量爆棚啊！大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有话好好说，赶快放人！他刚偷拍你，你胡说八道！什么时候偷拍了？我在玩手机。那怎么办？放你。多大点事儿啊你！你赶快放人！我可不想把警察惹来。妈，我是你亲女儿，被偷拍的人是我。是你自己不检点，被偷拍了，你活该！齐妈妈，你偷钱的事儿，老娘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别给我惹事儿！妈，我都说了，那钱不是我偷的。银行卡我都看见了，你还在狡辩！妈，你扪心自问，我打工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你和弟弟了，我怎么可能偷你的钱？大叔肯定以为我是坏女孩了。出车了，快躲开！梦儿，你没事吧？大叔，我真不是坏女孩，那钱不是我偷的。我相信你。来，你受伤了，我带你去处理一下。怎么样？糟了，该不会是宝宝的事情被发现了吧？要是大叔知道，他会留下这个孩子吗？受了些皮外伤，按时伤药就会没事的。要是有其他问题，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之后才能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疼吗？大叔，你忍着。妈妈，你家里人是不是对你不好？我妈一直对我都是这样。可是大叔，那个钱真不是我拿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当然相信你了。对了，萌萌，要不然你来给我当秘书好吗？我啊，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。没事儿，很简单，我可以教你。谢谢你啊，大叔。不客气。
工作。默默，这里就是你的工位，待会儿我叫人带你熟悉一下公司环境，好好工作，小丫头。我先回办公室，有什么事儿就叫我。我从来没看过副总对一个女生这么上心过。她该不会是总裁夫人吧？怎么可能？要是总裁夫人能跟我们一块工作，要不然说，施诗姐才是真正的总裁夫人。你想啊，她还是老夫人的医生，哎，就从来没见过有哪个人能够自由的进入办公室。我觉得也是，就她这穷酸样，怎么能跟诗诗姐比呢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就是副总安排的新秘书，原来只是个毛头小丫头，真想不通，副总到底看上你哪点了？不是的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大叔不是那种关系的。大叔，原来你玩的是角色扮演呢。我就说副总怎么会喜欢你这种老丫头？不是大叔，是副总。小姑娘，我劝你年纪轻轻，还是走个正道。靠男人可是走不长远的。干什么呢？副总，张可可，你是个总裁办的人，竟敢欺负我的人！不是的，副总，没有。闭嘴！结算你的工资，马上给我滚蛋！默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走，去我办公室。知道错了吗？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大叔，我不应该给你添麻烦的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我不应该在公司叫你大叔。你错就错在被人欺负了还不找我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听不懂吗？是。你怕什么？这里是复试，有我在，有没人敢欺负？知道了。喂，诗诗姐，我发现有个叫戚梦梦的女人。这是今天的文件，做不完就别下本。这么多呀？你能教教我吗？教教你？你不是总裁带来的人吗？让总裁教教你啊。好累啊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你找谁啊？你就是戚梦梦。是我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些够吗？什么？看来还是不够啊。你开个价吧，要多少才能离开十一？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大叔不是那种关系。你就别装了，你纠缠十亿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告诉你，十亿是我的，傅太太这个位置也只能是我的。你是大叔的女朋友？对，你要识相的话，就离开十亿，别逼我动手。你把钱拿回去，我是不会收的，放心，我会跟大叔提出辞职的。算你识趣。大叔要是知道宝宝的存在，肯定会给他带来麻烦的。宝宝，妈妈就算一个人，也会保护好你的。大叔，我要辞职。辞职？
为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为了补偿我，但是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给你带来麻烦。麻烦？谁嫌你麻烦了？我这么大的复试还容不下你吗？也是因为我妈让我回家给饭馆帮忙。你妈妈都那么对你了，你还要回去？可是那是我妈妈。好吧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谢谢大叔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有事儿一定要打电话给我。知道。对不起，大叔，我撒谎了，我不想因为我打扰到你们的感情。喂，派人跟着梦梦，送她回家。是。十一，我肚子好疼啊，你明天能陪我去医院吗？我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老张，你放心啊，上次是我们不对，这次你就放心吧，保你满意。哎妈，这老张他怎么说的呀？儿子，你的老婆粉又回来了。这老张呀，愿意出这个钱，不过他出去做一个处女鉴定，说了只要你姐还是处女，这彩礼呀翻倍！我这么说来，我岂不是有100万了？先去给你姐打电话。妈，我回来了。站住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我还以为你跟那个野男人跑了呢。我没有。既然回来了，就收拾收拾，我们去医院吧。医院？妈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？是你去医院，不是我。妈妈该不会知道宝宝的事情了吧？老张家呀，还提亲了，说只要你还是个处女啊，这彩礼再加50万。处女鉴定，那检查好像对宝宝有影响。这由不得你，今天你必须给我把那个处女鉴定做。妈，我不去。由不得你。唉，安姐，要我说呀，不就是做个处女鉴定，又不让你卖力，这紧张个死。难不成你现在已经不是处女？好啊，怪不得你不敢去医院做检查，你是不是跟那个老男人指头开房了呀？妈，我没有，我就是不想嫁给那个傻子。妈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把那个彩礼钱给人家退回去？我什么都听你的。退了，还有收回来的彩礼再退回去的道理。你弟弟还指望这笔钱娶媳妇呢。走，必须去给我把这鉴定做。走，走回来你！十一，你真好，这么忙还陪我来医院检查。你是我妈的医生，我当然照顾好你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医者不能自医。来，我们到了，进去吧。妈，我不去，妈，我不做检查。妈，咱们那50万能不能不要啊？你个赔钱货你啊！50万不要，难不成你给我50万呀？啊！走！不是。下一位，金梦梦。站着，我马上就过来啊！我不信了，我今天吃不了你了！怎么回事你行了吗？你胆儿挺肥啊你还敢跑了？走，给我做检查去！妈，你手很疼！我怕你不长记性。我给你找了多好的婚事，你还不情不愿，我就没见过这不孝顺的女儿。走，妈，我不是。还好只是着凉，不是什么胃病。大哥，
怎么了，石爷？没事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我刚才好像听见那丫头的声音。我做检查，我不做检查，我不。死丫头，你给我放老实！安静点，早点做了，我还安排下一个人呢。放开我！你死丫头，你给我往哪跑你！宝宝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喂，你说，副总，我看着戚小姐回家之后，她又被她母亲带去医院了。你说什么？石爷，你去哪儿？梦梦，梦梦，先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里南市直播，有什么事情遇到人出来再说。南市直播，这里是做什么？这里是做处女鉴定。鉴定。这是刚才里面的女孩子是不是叫齐梦梦？是叫齐梦梦，不过她刚刚已经跑出去了，她母亲追她去了。去哪里了？那边。又是那个齐梦梦，她到底给石一下了什么迷魂汤啊？儿子，快把他接过来！秦梦梦，你胆肥了你！让给老娘跑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妈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不想嫁给那个傻子。我就是让你去做个处女鉴定，你跑什么跑？又不是让你立马嫁给他。妈，就他这样，肯定不是处女。我估计啊，是跟哪个有钱人在外面乱。我已经查过他那张卡，卡上可有100万整呢。100万呢？好你个齐梦梦你早已经找好了下家，难怪你看不上老张家那50万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即便是你傍上了有钱人，你也休想离开咱们家。你和老张家那婚约，你假定了。妈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女儿啊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狠啊？我呸！什么女儿？女儿也是用来嫁人的。妈，跟他那么多废话干嘛？他既然现在已经不是主，那就正好把他呀送到那老张家傻儿那个床上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岂不是更好？就这么定，你给我滚！我不！这丫头还不懂事！你想死了！你怎么样，儿子？你凭什么踹我儿子呀你？我要报警！我从来没见过世上有你这种母亲，你尽管去报警，我傅十一奉陪到底。大叔，不，医生，他的伤势怎么样？还好，只是有点脑震荡。不过你们家属一定要保护好孕妇，幸好胎儿没事，不然怀了孩子呀，像这种情况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你怀孕了？你怀孕了？嫂啊，大叔该不会是让我把宝宝打掉吧？副总，这位小姐的确是怀孕了，孕期已经6周了。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傅十一居然有孩子了，居然有孩子了，傅十一。大叔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瞒你的，我只是太想留下这个宝宝了，对不起。梦梦，梦梦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
但是年纪还小，大叔想问你一句，你想要这个孩子？我当然想了，可是我不想给大叔添麻烦了。不过大叔你放心，你如果不想要这个孩子的话，我可以自己抚养他长大的，我绝对不会打扰你的。你想一个人养孩子？不，也不是，就是我知道我们那天就是个意外。但是宝宝是无辜的呀，大叔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伤害他。我为什么要伤害他？你是什么？你这小脑袋一天都在想什么呀？梦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这个宝宝平平安安的出生。真的吗，大叔？太好了！我还以为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想要把这个孩子流掉呢。傻瓜，来，梦梦，你搬到我家去住，让我来照顾你和宝宝，怎么样？可是我觉得我爸妈他们不会同意的，他们不可能让我跟一个陌生人一起在一起。这好办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快放下啊！你不是说你不跟陌生人一起住吗？那是不是老公？来，两位上的再前面一点。哎，好，非常好。3、2、1，茄子。诸二位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这里接。谢谢。我现在是和大叔结婚了？怎么了，小丫头？后悔了？没有，就是太突然了，我还没缓过来。你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已经是我的人了。副总，现在去哪儿啊？今天时间不早了，先回傅家。明天我再陪你去搬家。搬家？当然了，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，你还要分居两地吗？这会不会太快了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不需要准备什么，你要是缺什么，我叫人去买。妈妈，我们已经领证了，如果你还回娘家住，别人会说闲话的。我也担心你家人照顾不好你和宝宝。大叔说的也对，我不能回家，我要保护好宝宝。好，那就去你家吧。考虑好了？听太太的话，回傅家。是。太太，大叔叫我太太。来，妈。别忘了，你胆子大了是不是？你叫你那个野男人来帮忙！我告诉你，你弟弟被你那个野男人给踹伤了。我劝你今天赶快拿10万块钱来给你弟弟当医药费，要不然我立马把你嫁到新张家去。我是不会嫁给他的，我已经结婚了。还有，我的丈夫不是什么野男人。什么？你竟然敢跟那个野男人结婚？我看你是想让我把你赶出家门了。那个家我本来就不想回了，你就好好守着你的宝贝儿子，好好过生活吧。有本事你给我再说一遍！大叔，我没有家了。别怕，你还有我和宝宝的家。我们回家。副总好，太太好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不用鞠躬，不用鞠躬，快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表现得不错，这个月工资双倍。多谢太太。走。梦梦，今天我叫厨师准备了很多你喜欢吃的东西。大叔，你说明明是你要给他们涨工资，他们为什么敢叫我呀？那他们叫你什么呀？他们叫我太太。
对呀，因为他们知道是因为你我才涨的工资，所以他们当然要谢谢你了。红妈，现在你是我老婆，也是我整个傅家的女主人，你要尽快适应这种身份，好吗？我会尽快适应。那亲老婆一下，你再跟老公来听。不行。那这样吧，我亲你一下。哎呀，大叔，我饿了。就知道吃。走，我们去吃饭。白沫沫，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肉，然后还有这个鲍鱼茄子，还有这个番茄。什么？大叔，我吃饱了。不过你们家菜确实挺好吃的。既然你吃饱了，那该到我了。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大叔，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你说想干嘛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我来教教你好吗？妈妈，不逗你了，你要换成宝宝。我在隔壁睡，有什么事儿过来找我。记得想我。太太，你醒了。这是副总特意嘱咐给您做的补汤，快来尝尝。大叔呢？副总一大早去公司了。你也尝尝。味道还不错，就是比我做的差了点。马上要中午了，我去煲个汤给大叔，让他尝尝我的手艺。赵妈，你去哪儿啊？太太，副总刚打电话来说文件我拿了，我现在就准备给他送过去。你给我吧，我帮你送过去。那可舍不得，太太，您还怀着孩子，这万一磕着碰着，我怎么向副总交代呀？没事的，我呀一会儿去找大叔，顺路就送过去了。那好吧，我马上拆人备车，护送您过去。请问你找谁啊？我找傅十一。找傅总呀？那你有预约吗？没有，我来给他送东西，我是他的家属。就你这一身穷三样，能是副总什么家属？你该不会想说你是副总夫人吧？我确实是个夫人。每天来这儿的女人呀，都说是副总的夫人。你说你是他夫人，我还说我是他夫人呢。你们仨胖到照自己什么样子？我真的是他的夫人。哎呀，行。我的汤！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把汤洒到处都是啊？你打碎了我的汤，你必须跟我道歉。嘿，我跟你道歉，这里是傅氏集团，再不滚的话，我就叫保安了啊！呀，爷爷，这怎么了？哎呀，陈总，这个人啊，把汤洒到处都是，还说自己是副总夫人。副总夫人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副总结婚？我们刚领的证，可能你们还不知道。哼，还领这个呀？
我看你是从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，这大白天就开始做白日梦了。好，你说你是副总夫人，我怎么没见你副总的私房？我本来不想打扰大叔工作的，我现在就打给他。陈总，你看那人还挺会装的，我猜呀，他等一下一定会说副总没有接电话。没事，就当过他玩呗。下班我们大叔。不好意思啊，太太，副总现在正在开会，不方便接电话。好吧，我在公司被人拦下了，你能派人下来接我一下吗？好的，太太。我已经打通了，一会儿就会有人下来接我。你真是副总夫人？陈总，这种人呀，我一天不知道见多少。真是我副总给你的电话，打电话问你。爷爷。丁助理，我想问一下，副总现在有空吗？有话直说，副总现在正在开会。啊，没什么事。副总，太太现在在楼下被人拦住了。臭婊子，敢骗老子啊！你不看看这什么地方，敢跑到这来捉总裁夫人？我没有撒谎。还敢讲？人家副总还在开会，怎么可能进？你不撒谎就看了你自己，就你这样，怎么可能是总裁？一会儿真的会有人下来接我。怎么又是你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不是辞职了吗？难道还想勾引石业啊？不是，我没有勾引大叔，我和大叔现在已经……李姐，你来了，来得正好。我跟你说，这臭丫头提着这东西来闹事，还冒充总裁夫人。夫人，没想到你这种小丫头还学会死缠烂打这一套呢。得不到石毅就说是石毅的夫人，难怪你不愿意拿钱。原来野心在这里。不是，我本来不想打扰你和大叔的，可是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我和大叔最近就结婚了。结婚？我怎么没有听说石毅已经结婚了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哎，知道我李姐是谁？她才是副总的正牌夫人。我们全公司上下都知道李姐。什么东西啊！秦梦梦，我告诉你，石毅只能是我一个人。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接近他，绝对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！boss， 我看今天谁敢把我的夫人赶走？我看今天谁敢把我的夫人赶走？大叔，对不起，打扰到你工作了。夫人，副总，她真是你夫人？我的夫人还需要向你证明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陈强，你胆子不小，太太你也敢？来人，把陈强给我赶出去！副总，饶命啊！都怪这个贱人，是他说副总是冒充的。贱人，愣着干嘛？快给夫人道歉！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了。石毅，你看他们都道歉了，就放他们一马。李诗诗，我做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过问了？大叔，你就饶了他们吧，我也没有受伤，就是把我们喝的汤弄死。气着我。对了，我把你文件拿过来。把他们赶出富士，南城任何一家公司不得录用，不然就是跟我富士作对。副总，我错了。石毅，我想和你谈谈你母亲的事情。在李南城，李小姐，这边请吧。大叔，对不起啊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
怎么会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你要知道为什么气。今天的事情是我安排不周全。你看，刚才电梯里的是戚梦梦呢，我看到副总居然牵着她的手。不会吧？我刚在员工群里看见，说是副总夫人来公司了，她该不会是副总夫人吧？诸位听清楚了，这位叫戚梦梦，是我傅时义的合法妻子。麻烦大家通知公司上下，从今以后，胆敢有人冒犯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大叔，这是在给我名分吗？我在时义身边守了这么多年，竟然这样就被戚默默给抢走了，绝不允许！过来。这是对你的惩罚，今天记住了吗？惩罚？我是你的谁？老公。那有事情第一时间找谁？你是谁？我老公。那还怕麻烦吗？下次再记不住，我就加倍惩罚你。说，那个李小姐在门口等了有一会儿了，叫她进来。大叔，那你先忙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那你先回去。送太太回家。是。我妈的心肌症。时义，你结婚的这个事情告诉阿姨了吗？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。律师师，你只是我妈的医生，我平时对你的照顾是出于礼貌，你有什么资格过我的私事？我这也是从职业出发关心阿姨，我怕她知道后家中病情就不好了，而且过几天就是阿姨的寿宴，可千万不能受到刺激。这些事情我心里有数，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可以。我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凭什么对戚默默那个贱人那么好，对我却冷冰冰的？结婚了又怎么样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只能是我。丁助理，我饭盒落办公室了。哦，我立马让人送下来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办公室拿吧。啊，好的，太太。原来大叔还是喜欢李诗诗。那我说什么？大叔的衬衫上有李诗诗的唇印，那大叔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？难道只是因为宝宝？不行，为了宝宝我也得振作起来。小马，怎么了？太太自从回来以后就闷闷不乐的，我胸大不差，她还没有开门。哦，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大叔，你回来了。
妈妈，我听张妈说你不高兴了。没有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我看看。我找工作。大叔，我不想在家待着了，我想出去工作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还怀着宝宝，万一工作出现什么意外，那怎么办？我不放心。看来大叔真的只是为了宝宝。大叔，我是真的很想出去工作了。自从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一直在家里饭馆帮忙，从来没做过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。不过我保证啊，我绝对不会让宝宝受到伤害的。真的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工作要我来安排，好吗？你想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医学生，只要是治病救人，什么工作都行。治病救人，那这样，来我附属的私立医院怎么样？这样我也放心一点。行，谢谢你啊，大叔。谢谢。真年轻轻。梦梦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你还没适应吗？要不我来教教你。大叔，我Say I love you, beautiful. 梦梦，昨天晚上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感觉啊？昨天晚上我们可什么？我是说同床共枕的感觉。你小脑子在想什么呢？哎呀，大叔不知道，你快去上班吧。还真不能去。怎么了？还有正事。正事儿？什么正事儿？早上老婆，今天不上班，我在家里处理点事情。你洗漱完，记得吃早餐。原来大叔说的正事儿是这个呀。大叔，我什么时候能去工作？来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就可以去了。哎，大叔，你有心计啊？不是我，是我母亲。自从我父亲去世之后，我母亲就患上了心悸症，医生说只能缓解，不能根治。放心吧，大叔，阿姨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咦，这不是丁原小师弟写的书吗？看来他上课又没有认真听讲，都没写全面。温医生，这是今天来报道的新同事。院长说你是老人，让你多带带他。知道了。温医生您好，我叫戚茂茂，以后请您多多关照。哎，说吧，你是给院长塞了钱呀，还是给院长塞了？什么？你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像你们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见的最多了。为了找个好工作，可是什么都愿意干。不是的，我不认识什么院长，是傅医生。上次我找你问的药什么时候给我？你怎么在这？李小姐，他是我们医院新来的实习医生，怎么认识？当然认识了。梦梦，你看上次的那个误会，我是真不知道你和十一已经结婚了，不然啊，我早就放弃了。你不是和大叔是相互喜欢的吗？看来上次那个衬衫还真是起了点作用。过几天就是父母的寿宴，看我到时候怎么整。我和十一之前的确是两情相悦，
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所以我就决定放弃十一。可十一他好像不太愿意。看来大叔是真的很喜欢他。梦梦，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？这样，十一的妈妈过几天就要办寿宴了，我带你去挑几件礼服，就当是赎罪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李小姐，我现在还在上班时间呢。没事儿，温医生啊很通情达理的，是吧，温医生？对，那个我先给你放一天假，你跟李小姐先去啊。哎，李小姐，上次你跟我说的药。好，走吧。可是我、走吧。李小姐，真的不用了。哎呀，你试试嘛，这家店我经常来，你随便挑，我买单。啊，对了，十一有没有跟你提过寿宴的事？大叔没跟我说过。哦，可能十一他给忙忘了。哎，你看这件怎么样？李小姐，哎呀，服务员把这件衣服拿给七小姐试一下，去试试嘛，去吧。就算结婚了又如何？得不到父母的支持，你也只能乖乖离开十一。你好，把刚才的那件衣服按我的尺码再来一下。好的。喂，你是巧慧吧？我有个交易，想找你谈谈。李诗诗看起来有婚的态度，难怪大叔会喜欢你。不过吧，大叔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寿宴的事？可能是不想让你去。老孟，大叔，你回来了。今天去医院第一天工作，感觉怎么样？大叔，你不理手机。喂，妈。喂，你这臭小子，明天就是我的寿宴了，你不准备把你的女朋友带回来让我看一看啊？你就别操心了，您把大红包准备好就行了，不是女朋友了。现在已经是老婆了。什么？你们结婚了？这么大的事也不通知我一声？是谁家的姑娘？哎妈，明天您见到就知道了，做好心理准备啊！到时候我又叫李诗诗来照顾你。你的臭小子！梦梦，你刚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看来和李诗诗说的一样，大叔是真的很喜欢她。对了，明天是我母亲的寿宴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？我真的可以去吗？当然了，你是我太太呀。等。这是我们的婚戒，听说无名指是连接心脏的地方，在戒指上落上一吻，就可以祈祷所念之我们平安喜福。我希望你会保重好。大叔，你可惜，只是为了宝宝。怎么了？大叔，你母亲要是不喜欢我怎么办？傻瓜，你是我傅时义的妻子，我母亲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放心，有我在。走吧。妈。哎，你这臭小子，还不快介绍我的儿媳妇呀？她叫梦梦，是我的老婆。这是我妈。哎呀，都结婚了还叫阿姨哟。妈，哈哈哈，这声妈呀，我可是等了好久了呀。
十一这臭小子呀，终于算娶到老婆了。来，这个快拿下，就算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呀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个太贵重了。快拿上，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呀！啊，你们都领证了，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这个得看他什么意思。臭小子，把梦梦都娶回家了，也不打算办婚礼了？妈，梦梦的身体不适合办婚礼，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。怀孕？梦梦有孩子了？哎呀，你瞧你，也不早点说。不用妈，我和宝宝现在都挺好的。夫人，宾客们已经到齐了，都在正梯候着呢。嗯，好，梦梦呀，你和佣人先进去，我和十一啊有话要说，好吗？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个臭小子，咱们梦梦这么小，你是真心的爱她吗？当然了，妈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不会娶自己不喜欢的女人。如今梦梦就是我这一生的定律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梦梦呀，可是个好孩子，你可不能辜负了她。我明白，妈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你去忙吧。李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，有着如此的美貌，还深受父母的喜爱。我看啊，这未来傅家的少奶奶就是你了。哪里？我只不过是父母的医生罢了，还谈不上傅家少奶奶的位置。李小姐真是谦虚，听闻父母的心计，可就只有您能调理。我看傅总早就对您风心暗许了。说笑了，十一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种事情。不过十一的确对我很好，这件衣服就是他送的。这女人是谁呀？怎么穿着和李小姐一样的衣服？该不会是傅总的女人吧？我看她就是故意和李小姐穿一样的礼服，是想勾引傅总吧？诸位不必在意，只不过是件衣服罢了。她想学便让她学吧，毕竟七小姐家里只有一个饭馆，能买得起这件衣服已经很不容易。开饭馆呢？我就说怎么看起来一脸小家子气。梦梦，你来了，我以为十一不会带你来呢。李小姐，你的裙子啊？你说这礼服啊？抱歉啊，我没想到十一会送我和你一模一样的裙子，毕竟这是十一送的衣服，我不能辜负了他一片心意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李小姐，你呀就是太善良了。这件礼服不是傅总送给你的吗？他可倒好，和你穿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家里穷就算了，还学别人穿衣服，真是不要脸。不是的，你误会了，这衣服不是我故意和李小姐穿一样的，明明是李小姐送我的呀。送的？那你的意思难不成是说李小姐让你故意穿成这样的？梦梦，我知道你怕我生气怪你，但是我从来没有送过你衣服啊，你怎么能给大家撒谎呢？李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衣服明明就是你带我去买的呀！你一个开破饭馆的还敢狡辩？李小姐可是父母的专属医生，还是未来的富家太太，你怎么能和她穿一样的衣服？未来的富家太太？没错，你一个破落户，还敢说是李小姐送你的礼服？我看呀，你就是故意穿成这样，好来勾引傅总的吧？你再说一遍。有本事再说一遍！哎，傅总，正巧您来了。你看这个女人穿的跟李小姐一样，这不明摆着在打您脸吗？大叔，我没有。有我在，我傅十义的太太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过问了？诗诗，现在立刻马上。十一，分明是他故意的，为什么让我去换啊？傅家主母到。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夫人，你看啊，分明是他故意和我穿一样的裙子，
可石毅要让我换掉。的确是一样。只是你还是穷。梦梦乃是我富家儿媳，今日若有人对她不敬，就是与我富家为敌。她才是富少奶奶。齐梦，我跟你没完！南城陈家送上夜明珠一对，北周秦家送出玉面佛一只，华城王家送上玉石翡翠一只。夫人，我刚才找了很久，没有找到合适的礼品。就送您这万年人参作为寿礼吧。怎么了？妈，没事，没事吧？有点感冒而已。妈，奇怪，这个脉象不像是心悸症啊。夫人，这是心悸症有犯了，快把我医药箱拿来。大叔，让我试试吧，我应该能救妈。七小姐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你不要胡闹好吗？我是夫人的医生，我最了解夫人的病情了。大叔，妈应该不是心悸的症状。石毅，我最了解夫人的病情，这时间不能耽误啊。秦院长，里面请，夫人正在待客。院长，里面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走。你先别急，先让李诗诗试试。诗诗。糟了，我用错药了。这症状是痛风，可是脉象不对。李诗诗刚才不会是用错药了吧？大叔，让我试试吧。好。这个手法非常像当年的陈夫人。妈，齐梦梦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加重夫人的病情。夫人没气了，是你害死了夫人！天哪，这是在当众杀人！副总，你还不赶快把他抓起来！不是的，大叔，我是在救妈，妈没有死。梦梦，妈没气了。快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大叔，妈还有气息，刚才只是吐出了淤血，气息微弱而已。齐梦梦，你还在狡辩？什么气息微弱？你就是医院的一个实习生而已，你还真以为自己能救人啊？戚小姐，如今夫人都没了，你竟然还在说你是救人？难道你的医术比李小姐还要厉害吗？大叔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叫医生过来。梦梦，我们把医生叫过来。来人，把医生叫过来！糟了，不能让医生来，要是发现我刚才用错药的事情，就完蛋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石毅，我是夫人的医生，一直以来都是我在照顾夫人，难道我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吗？是戚梦梦伤害了夫人，在座的诸位都亲眼所见的。若副总为此等不忠不孝之人，我们也不必再来傅家拜访了。对，我们走吧。你们这是在逼我吗？副总，今日本是夫人寿宴，可夫人竟被此人所害，你竟毫不在意自己的母亲，还当众维护这个杀人凶手，我们看不起你这不孝之人。石毅，我知道你和梦梦的感情很好，但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给抓起来，让他付出代价。我真的没有杀人，如果要说付出代价的话，应该是你。戚梦梦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把刀子放在我身上。大叔，
我刚刚给妈医治的时候，发现妈并不是心悸的症状，而是受寒引起了痛风。妈之所以突出淤血，是因为李诗诗她喂错了药导致的。院长，我看这个诗诗不平常中，要是这个女孩一眼便看出了父母的证据。李诗诗，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，赶紧老实交代。说，师爷，我没有，明明是在戚梦梦的手里病情才加重的，凭什么说是我拿错了药？你有什么证据？诗一，妈，诗一，你醒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刚才晕倒了。哦，来，起来。哎呦，夫人，你的心悸症又犯了。刚才我已经给你缓解了病情，我还以为戚小姐耽误了你的病情。梦梦，妈，哦，梦梦别怕，发生了什么？好啊，还想绑架我儿媳妇儿？夫人，可刚才戚小姐让你吐血了。是啊，夫人，我们刚刚都亲眼看见戚梦梦要加害于您，这是事实啊。你们还想害我媳妇儿？哼，就当我不在吗？十一，你是怎么保护的梦？夫人，不怪十一，刚才的确是戚小姐行医不当，才让你吐血的。你胡说，我没有行医不当，明明是你喂错了药导致的淤血，我只是让妈把淤血吐出来而已。戚梦梦，我照顾夫人这么久，难道我还要加害夫人不成？加害倒是不至于，但的确是你行医不当。秦院长，这是南城第一院的院长啊！秦院长来了，这下杀人凶手跑不掉了。抱歉，夫人，今日寿宴来迟，没想到遇见这种事情。吴王来了就好。你师傅怎么样？他近日身体康健，可是还是念着当年的渊源。夫人，方在我刚进来之后，便发现你并非心悸，正如这位齐小姐所说，李小姐是行医不当，才导致你淤血。秦医生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呀？你这是在维护齐梦梦啊！大胆！秦院长也是你这种人能够非议的？我秦朗志出事以后，还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。你说我污蔑你，那松下身就知道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证据。这个药就是你刚才给夫人用的药，这个药应该是治疗心悸的，可是夫人分明是痛风发作，你还悄悄地把这个药藏起来。李小姐，你做一下解释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他在胡说十一，他们两个绝对是一伙的。齐小姐，敢问你师出何门，还是什么大师指点呢？没有，我是自己学的。自己学的？那你在家里有什么人，或者有玉佩之类的？玉佩没有。抱歉，是我莽撞了。把他带下去，交到医药协会处理。是。傅十一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这个小贱人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伯母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我做什么？你倒是问问你这个小贱人！齐梦梦，你胆肥了你啊！傍上了有钱人，就对我们家不管不顾，你真是个不孝女！你就是梦梦的妈妈？不然呢？就是你们家拐了我的女儿，赶快把我们家女儿还回来！哎呦，亲家母误会了，诗玉和梦梦是两情相悦，怎么能说是拐呢？妈，谁是你亲家母？就是你们家教唆我的女儿不回家的，还背着我们领的结婚证，你们这是骗婚！请你看清楚，这里是傅家，不是任由你撒泼胡闹的地方。妈，不是我不想回家的，你扪心自问，
这些年家里所有的事儿都是我来照料的，可是你呢，就为了钱又把我卖给一个傻子，打我骂我，我怎么敢回家啊？卖给傻子？什么傻子呀？明明就是给他找的好婚事，他自己不答应的。哎呀，你我怎么养了这么个不孝的女儿呀？大家都来给评评理啊！明明就是他碰上了有钱人，就嫌弃去娘家了。我怎么看上这个白眼狼呀？我一看这女的呀，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连自己的娘家都嫌弃。是啊，未婚先孕，能嫁个傻子就不错了。他居然还傍上了副总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些年来，我为家里做的事儿，你是一点都看不见吗？我每天起早贪黑，把赚来的所有钱都给了你们。可是你呢，却说我是不孝女。哼，徐某某，就别在这装了啊！你男人啊，上次踢我这一脚，我现在还疼啊！我没告诉他，就已经很仁至义尽。你就是个不孝女！我一手把你拉扯这么大，到头来什么好都没落到，你还和你这个野男人一起欺负我们，我怎么就养了你这个女儿呀？你还把我当妈妈你？来人，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我看有谁敢！对，我可是齐梦梦的妈妈，哪有把娘家人赶出去的道理？你就不配做梦梦的母亲。这世间哪有像你这样的母亲？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好，你反倒好，还赶上门来为难起自己的女儿了。我呸！这齐梦梦是我的女儿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们不就是想把我们赶出去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你们拿出100万彩礼来，我们立马走人。你还是为了钱？齐梦梦，没有今天。你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好说。大叔，不能把钱给他。齐梦梦，你敢阻止给我们钱，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快妈！大家快来看呀，副总打人了！医生，结果怎么样？孩子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大姨手2次晕倒了。往后一定要注意孕妇的情绪，不能再受到惊吓了，不然很有可能影响到孩子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大叔，小丫头，你又在对不起什么？都怪我，把妈妈的寿宴给搞砸了，宝宝也差点。傻瓜，那些事都是别人造成的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不允许再这么说自己。可是他们是我的家人。没有可是，你以后要是再说这种让我心疼的话，我就惩罚你。大叔，你就会这样。那你想怎样？难道你想这样？大叔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还说不爽？不爽不爽。小丫头可总算开心一点了。梦梦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怎么了？你是想在显怀之前办婚礼，还是想生完宝宝之后再办？大叔，你是真的想跟我办婚礼啊？当然了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不给你办，跟谁办啊？那李诗诗怎么办？谁？李诗诗啊，你不是一直喜欢李诗诗？你这小脑袋一天都在想什么啊？梦梦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他。真的呀？当然了。梦梦，你是不是跟我在一起特别的没有安全感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
梦，你穿婚纱面的真美。大叔，我们今天就要拍婚纱照了。当然了，我要向全世界宣布，你是我傅诗意的女人。来，3、2、1，准备。李小姐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我真的只是想进去给夫人道个歉，很快就出来了。李小姐，你别为难我了。副总说了，从此以后不准你他们自家干部。夫人，夫人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李小姐，你是打探了我的行踪，知道我在石邑这里？不是的，我是去老宅找你，没有见到，所以才来这儿。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，但是我还是想解释一下上次寿宴的事情。李诗诗，我知道你照顾了多少年，但我们也没把你当外人看。但是你那天的行为真的让我很失望。抱歉啊，夫人，我上次确实是操作不当，但是石邑已经封了我的行医执照，我想你能不能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帮我求求情啊？难道你还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的这步田地？你错的不是用错了药，而是你把所有的算计都算计到了我儿媳妇身上。不是的，夫人，你肯定是误会我了，我对戚梦梦没有敌意的。行了，你别解释了，石邑那么做是对的。我今天要你明白，梦梦是我们傅家认可的儿媳妇，你明白吗？好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夫人，既然你不念情分，那就别怪我对戚梦梦下手。温医生，我好像记得戚梦梦在你手下工作。温医生，你找我呀？我记得你的专业是跟心脏相关的，是吧？是啊。我这里有个心脏病患者，交给你。我吗？可是我现在是一个实习医生的岗位啊，这么做恐怕是不符合医院的。我说什么你就照做。一个实习生话可那么多。这个病人在24号去交接吧。李小姐，已经都安排好了。办得稳妥吗？你放心，这是我精心挑选的案子，是出了名的。只要他不逃出来，我保证万无一失。你好，是刘先生吧？我是今天新来交接的医生。先生，这里是医院禁止吸烟的。您要是想吸烟的话，请您去吸烟区。老子扯在哪抽烟就哪抽烟，你就……哎呦，新来的？对，我是今天过来交接的。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询问您一下您病情的状况。美女，你问，我一定会如实回答。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你不是问我病情吗？来，慢慢的跟你说着啊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我！你怕什么呀？哥哥会疼你的。洪总，太太要是知道您来接她下班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你听说了吗？224号床的艾滋病病人被新来的实习生秦梦梦接手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我们这医病可好色了，上次进去那个小护士就是被他给传染的。现在实习生没有通过就能单独接手病人了？不知道啊，我看他肯定是凶多吉少了。这个病房在哪里？你谁呀？告诉我病房在哪里！
那别。立马让云城医院所有高管过来，等副总命令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里是医院，你要是敢胡来的话，肯定会被抓起来的。把我抓起来？我都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，我还怕你这个啊？我刘某人最喜欢的就是木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臭娘们，你敢动我？你人来了！我谁呀你？赶快老子好事！敢欺负老子的女人，找死！总裁，把这个人渣给我处理掉。是。来人！不要打我！放了我吧！饶了我吧！饶了我吧！妈妈，是吧？大叔，我干嘛好害怕呀！求求你了！不怕，你大叔帮你撑腰。你们谁能告诉我，是谁把我太太安排给这个人渣的？来人！是他。副总，您信吗？我不知道齐小姐是爷太太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就能随便安排一个女士人给这种人吗？还是个实习岗位，谁给你的权利让你接手这种病人？小姐，他说只要我毁掉钱小姐，你个混账东西！副总，都怪我管理不当。李诗诗，大叔，你跟那个李诗诗还有联系？傻瓜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我跟他一直没有联系，相信我。李诗诗早就被我赶出所家了，你凭什么以为他有这个权利帮你休职？被赶出去了，我被骗了。把他给我扔出去，通知所有医院，否则再努力。副总，你让我一命，医生是我唯一的帮忙了，副总，副总。走，让我回去。把李诗诗给我抓回来。是。小丫头，还想哭吗？你想哭的话，我就把肩膀替你靠一下，让你哭哭。哎呀，不哭了。副总太太，你们回来了，你们的婚纱照已经送过来了，挂在你们的房间里。真的吗？那我现在就要上去看看。哎呀，你急什么？等等我。你等等我。你看你的表情。大叔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，秦梦梦，我傅时义喜欢你。
我也喜欢你。11妈，你怎么来了？瞧你说的，梦梦去了医院之后啊，你也不捎个消息过来，让我好一阵担心。妈，梦梦呀，快让我过来看看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医生是怎么说的？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和宝宝都挺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梦梦呀，那个秦院长啊，有事要找你呢，就在楼下等着。你要不要见一见？那我现在下去。好。别等了，11呀，关于梦梦家的事情，你该怎么办？妈，我已经派人把他们店面查封了，以后他们要是再欺负梦梦，我绝对不会输的。好，你放心吧啊。秦先生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齐小姐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是不是齐家亲生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但自打我有记忆以来，我就一直在齐家。如果我能帮到你，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师傅见一面呢？师傅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师傅是陈市长多人，他的女儿圆圆在很小的时候就走失了，这些年一直在寻找。自从我见到你之后，我发现你的医治手法和我师娘很像，而且你的长相跟小时候的圆圆也很像。那你可以给我看看圆圆的照片吗？我手机里没有照片，这样我把这件事情回去给我师傅说一声，我再约你，你们有空见一面，怎么样？谢谢齐小姐啊，那我走了啊。梦梦，秦教授找你什么事？他说想让我见一下他师傅。师傅？陈家的好人？还说我长得很像圆圆。难道梦梦真的不是齐家亲生的？嘿，拉屎！是仗着自己家境好，就把我们家赶尽杀绝。你这小饭馆里头，你说以后我们家怎么生活呀？老婆，你说他是不是知道了咱们当初从陈家把他偷出来的事儿？不可能呀！那陈夫人生产的时候就去世了，秦梦梦的玉佩还在我这儿呢，怎么可能找到她？哎，妈，姐都这样对咱们了，这种错误。哟，都在呢。小慧，我这彩礼可给了好长时间，现在连个人也都不。老张，你来的不巧，我的女儿刚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我今天来，钱我可是给了好长时间，要么今天给我还钱，要么我见人。行，我们肯定交，我女儿呀，肯定一会儿就回来。老张，哎，对。哎，姐兄弟，走，快，兄弟，走。哎呀，妈，你说这现在怎么办呀？啊，这秦母又不回来，钱怎么办呀？哪能收还这钱？我给你的彩礼钱，你放到哪儿了？钱没了。什么？50万全没了？你把它弄哪儿去了？我打成输了。哎呦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孝子啊你！啊，现在没了。我拿什么还人家呀？哎妈，你可以打电话给那个李诗诗啊！啊，他不是说要给你钱吗？赶紧给他打电话呀！对。喂，李思思，你不是说只要我去傅家闹事就给我100万吗？钱呢？
你现在赶快给我还过来！我说的可是要你把秦梦梦的孩子弄流产，你成功了吗？你还好意思问我要钱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想翻脸不认账是吧？我可告诉你，他老张家可来人了，我可没钱还他。到时候啊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别让我去傅家把你做的那些坏事啊，全给你抖出来。不就是钱吗？这不是正好？你把秦梦梦送到那个傻子床上，只要孩子一掉，我立马把钱转到你卡上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。看样子，我们得想办法把秦梦梦弄回来。哼，傻子。回来了吗？秦梦梦，我劝你今天赶紧给我滚回来，否则你的玉佩我就给你丢了。什么玉佩啊？废话少说，我限你1个小时时间，你要是回不来，你的玉佩就永远别想要。玉佩？秦小姐，你的家里有什么人或者有玉佩之类的？难道是秦院长说的那个玉佩？来，先吃个苹果，别着急啊，女儿马上就回来。妈，你说的什么玉佩啊？妈，怎么能骗人呢？放开我！你跑哪去？你现在才回来！来，见见你未来公公。长得倒挺漂亮的，跟我的儿子刚好，是吧？他才不是什么我未来公公呢！妈，我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结婚？小鬼，骗老子！你死！我平时就是教你撒谎的嘛！啊！哎呦，老张，你误会，没有结婚，就是不同意，故意撒谎的。我就说嘛，我给了那么多钱，他敢不愿意？妈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结婚了。我咋能骗你？随便捂上。自古这女人嫁人哪有自己愿意不愿意的，只有父母的安排。哎呀，老张啊，一会儿我就和你一块把她送到你们家去，让她和你儿子圆房，保证呀让她服服帖帖的。这是差走，走。张妈，梦梦呢？太太今早出门上班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。没回来，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。赶紧查太太现在的位置。对。你给我老实点！儿子，来，爸给你找个小媳妇儿，漂亮吧？媳妇，你别不识抬举，张少啊是看得起你。老张，我看你办事儿，免得呀夜长梦多。走。小宝宝，宝宝，有橘子好玩吗？能陪你玩。我要。好，记得爸给你看我的电影啊。记得。
贵得很呢，给他再整塑料盒子。媳妇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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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哭，不哭。我求求你了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放我走。不哭，不哭。我求求你了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放我走。不哭。这样吧，你帮我把后边的绳子解开，我就给你生宝宝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怎么听不到里面的声音呀？喂，梦梦。大叔，秦梦梦，你竟然死定了你！梦梦，秦梦梦，你竟然死定了你！妈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，我肚子里还有宝宝呢。就是要把你肚子里的野种给你打掉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是凭着肚子里的野种才能嫁进豪门。你说，你要是肚子里没有这个孩子，这傅家还会要你吗？啊！妈，我可是你亲生女儿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？幸亏你，我可没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女儿。你只不过是我在路边捡来的，本来还指望着你嫁个好人家，能补贴一下家用。哼，没想到你跟你那个野男人欺负我们家，你简直就是狼心狗肺！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难道不是你亲闺女吗？别跟我说这有的没的，赶快跟我去老张家道歉！不去，妈，我不去，我要去找大叔，我不去。老娘今天还治不了你了！啊！住手！我在这儿。梦梦，怎么样？梦梦，梦梦，梦梦。梦梦，梦梦。妈，梦梦还没醒。十一，这事是不是又是齐家人干的？是啊，他们3番5次的伤害梦梦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手软。齐俊他常年混迹于赌场，这次手都被砍断了。我想齐家人应该知道教训。这家人怎么会是这样的父母？梦梦可是受了不少苦。十一，那孩子怎么样？孩子暂时安全，但是梦梦受的刺激太大了，胎相非常不稳定。不能让梦梦再受伤害了。你放心吧，妈。亲你的孩子居然还没有出世。来，这边请。陈氏集团的陈总，他来干什么？
宝宝，大叔，宝宝怎么样了？宝宝还在，宝宝还在。大叔，我好害怕。你放心吧，宝宝很健康，你别担心，好吗？陈总，你这是？陆科长，我能和齐小姐单独聊聊？梦梦，可以吗？你这边买。陈默默，我可以叫你梦梦吗？可以。你知道我有个走失的女儿叫圆圆，自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来了。我听说过，听秦院长说的，可是我没有什么玉佩的。谢小姐你好，我们这次呢想给你做个亲子鉴定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的，但是陈伯伯，如果结果不好的话，你也不要太失望。谢谢你。我觉得戚梦梦是陈总的女儿，玉佩是什么？哎呦，我的好闺女，你怎么变成这样呀？你到底欠了赌场多少钱呀你？这肯定是戚梦梦，肯定是戚梦梦干的，都怪你！当初要不是把她偷出来，咱们家能落到现在这种地步。这事儿也怪我，这家里里里外外哪一样不是我在操持？啊，为了补贴家用，我才去被陈太太给抓住的。我要不把她偷出来，咱们两个都得坐牢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知道这戚梦梦不是你们亲生的，但是被抓是怎么回事啊？原来戚梦梦不是你们亲生的。又是你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们一家都是受了你的挑唆才变成现在这样的。钱呢？把钱给我。戚梦梦的孩子还在肚子里，我凭什么给你们钱？不可能啊！他明明摔了一跤，那孩子不可能保住啊！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不想给我们钱，所以才故意在撒谎。放心，今天你要不给钱，你就别想从这里走出去。你如果还想要钱的话，就赶紧把我松开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张卡里有200万，只要你们把戚梦梦身份的真相告诉我，这张卡里的钱就是你们的。别着急啊，先把该说的都说了。哎呦，这好说。那齐梦梦呀，其实就是陈家的千金。我和那陈夫人啊有一点恩怨，所以在陈夫人啊生产完孩子之后，我就把齐梦梦给偷来了。为了报复她，我就让她在我们家当奴做马。这件事只有我们俩夫妻知道，别人都不知道。他果然是陈家的人，那玉佩呢？你还知道玉佩的事儿？你该不会是陈家的人吧？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不会说出去，最后也只能我们几个人知道。这就是我偷走齐梦梦的时候，她身上盖着的。我想着是陈家的东西，所以啊，藏起来。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如果走漏一点风声，你儿子的手也就别想去。戚梦梦，我们走着瞧。你，你还真的是算了一手好牌啊！都已经被夫家赶出来了，还让我去帮你做事儿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才没有被夫家赶出来。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连自己的情谊知道都被吊销了，还想替我生气？现在整个城南的医院都在放杀我！今天就杀了你！我有办法，可
我有办法可以帮你，你不要杀我。怎么可能？你现在自己都落得这样的下场了，还想帮我？我其实是陈家多年前丢失的那个女人。你是说那个陈氏集团？只要我回到陈家，我就可以帮你。陈家，哈哈，陈家大小姐，我呸！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鬼话啊？李诗诗，今天就是要来报复你的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秦空属实呢？李诗诗真在这里？根据监控显示，她的确是从乔家出来后被人带到了这里。这……齐梦梦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我要拉你下地狱！大叔，你说我真不是我妈亲生的？他们说我是奸夫。梦梦，如果你真的是陈总的女儿，你会开心吗？我不知道。想不到这变相了，你这小脑袋都想想我就够了。大叔，你我去洗个澡，先睡。大叔一定很辛苦吧？喂，副总，手下的人已经找到李诗诗了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他好像被那个姓温的医生给侵害了。我们还要把他带回来吗？什么？算了，他已经得到惩罚了，100万。是。他好像被侵害之前跟戚家人见过面。乔慧和李诗诗，他们能做什么？他们不会又对默默做坏事了吧？马上调查乔慧和太太的血缘关系。对了，一定要暗中进行，不能暴露。还有，继续跟着李诗诗，随时汇报。是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显示，2个人的确是父女关系。果然，这张卡是给你的报酬，你只要成功把结果改了就行。到时候我会安排你进医药行为。齐梦梦，既然你抢走了10亿，那我就只好抢走你的东西了。李少，结果怎么样？经结果显示，陈总你和戚小姐并无血缘关系。没事，我在。陈伯伯，您别伤心了，一定会找到圆圆的。默默，对不起，是我太鲁莽了，还耽误你了不少时间。没关系的，我知道你也是许女心切。11亿，你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11亿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。李诗诗，你又想耍什么把戏？我知道是你家里和医药协会封杀我的，我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好歹我也照顾夫人这么多年，医生是我唯一的饭碗，你不能赶尽杀绝啊！一点小事，求你。
陈总，陈总，是陈氏集团的陈总吗？我求你睁点实意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请你。陈真，给我滚出去！等等，快起来！这是圆圆的预备，是圆圆。陈总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你确定他是圆圆？不会认错的，这个玉佩是当年我给圆圆送的。没错，圆圆，爸爸终于找到你。你是我父亲。对。爸爸，终于有爸爸了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圆圆，走，爸爸带你回家。爸爸，你能不能劝劝石野，让他恢复我的嫌疑之上？嫌疑之上，副总，你能给我个交代吗？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跟他们私人恩怨，还望你不要插手。私人恩怨？副总，你应该知道圆圆是我的女儿，圆圆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你单纯因为一个玉佩就认定她是你自己的女儿，陈总，这未免太草率了。我还是建议你先做个鉴定，然后再做决定。不用，我绝对没有出错，圆圆就是我的女儿，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怎么，你是在质疑我这个当父亲的？您多虑了，副总，看来你是不肯松口。圆圆，咱们回家，行医执照的事就这么一件小事儿，爸爸替你解决。大叔，李诗诗真的是他女儿吗？妈妈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自然会查清楚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妈妈，这些是我让张妈特意给你做的小炒，来，你尝尝。好不好吃？副总，调查结果出来了。去时光社。妈妈，你先吃。什么情况？副总，结果显示太太的确不是乔慧的孩子。您看这件事需要告诉太太吗？暂时先不要说。这件事你做的保密吗？其家人有没有发现？没有，我是趁乔慧出门的时候才进去找的鉴定题局。另外，我发现李诗诗和一个医院的医生有经济上的往来，我已经派人去跟踪那个医生了。李诗诗，继续跟着。是，去吧。梦梦，大叔，我真不是我妈妈亲手的，那我家人到底在哪儿？快坐。大叔，原来我妈妈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不是她的女儿。开始我还以为她只是不爱我，没想到连家人都不是。妈妈，你还有我和宝宝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大叔，你说李诗诗她都找到家人了，我能找到吗？当然了，梦梦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家人。不哭了好吗？张宝宝会不开心的。对了，我不是故意偷听你讲话的，是因为我看你没吃饱，要饭奶。我知道，我没怪你，知道你是给我送白饭的。这，副总，这是刚才陈家送来的邀请函，说是明日会举办倾听的回归宴。好，知道了。邀请函，这个陈总还真宠爱他这个女儿。各位，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找我走失的女儿圆圆。今天我找到了，李诗诗小姐就是我的女儿圆圆。大家好，
这李诗诗竟是陈氏千金。听说他差点之前害死傅家老夫人。副总，你来了。陈总，我有一事想问，能否借一步手段？没事的，大叔，你请。好，有什么事儿就叫我。你干什么？怎么不敢面对我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鉴定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你放开我！别装了，你心里一定很希望自己是陈家的千金吧？可惜现在这个位置，他是我的了，而你永远都只能是个丑小鸭罢了。你放开我！大叔马上就回来了，放开我！陈总，有话直说。我知道圆圆之前和你们父亲有误会，这都是圆圆的失误。要不这样，我把南城交地的那个项目让你，这件事就这么了了，怎么样？陈总，你为了这个女儿还真舍得下血本，只可惜我不能答应。李诗诗对我母亲用错药，险些害我母亲身亡，还想嫁祸给我太太，这口气我绝对咽不下。这些种种足以证明李诗诗不配作为一个女人，这口我绝对不会松。傅时义，别以为我没有其他办法。那你大可一试。不过陈总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凡事不要操之过急，小心错把枯木当成硬币。时义，你什么意思？他们回来了又怎样？我要的就是你。圆圆，圆圆，你没事吧？季小姐，敢伤害我的女儿！哎，快看，那边闹起来了！看来这陈总是想帮李诗诗撑腰啊！不是我推的。什么不是你？我亲眼看见是你推倒的圆圆，难道你想说是圆圆自己摔倒的吗？大叔，我没有推他。放心，我相信你。戚梦梦，我知道你是因为上次的事情对我有意见，可是我都已经对你道歉了，你就算不原谅我，你也不至于骂我推我吧？齐小姐，我要求你立刻道歉。陈总，麻烦你说话客气点。梦梦是我傅家太太，你有什么资格让她道歉？傅时义，你真的会为了一个女人和我们陈家作对吗？那又如何？我看今日谁敢动我傅时义的菜呢？大叔，我是不是又连累你了？既然陈家不欢迎我太太，我们不留也罢。站住！无我们的允许，你能走出去吗？来人，给我拦住他！我看你们今天谁敢拦我傅时义？傅时义，别以为你们傅氏在南城一家独大，我们陈家也不是吃素的。今天要是戚小姐跪下来给圆圆道歉，这件事就算了；是不道歉的话，暂时把她扣下来。看你还有没有这个本事了！给我上！走！快看快看，副总为了保护美人，竟不惜和陈氏翻脸了。傅时义，相不相信？我立马解除和你们傅氏的合作。喂，副总，真相已经查明了，真正的陈家千金的确是太太，是李诗诗收买了做鉴定的医生，我已经把人抓住了，马上带过来。怎么？我看后悔的要是陈金。你在说笑呢？我怎么会后悔？圆圆，你告诉我，戚小姐她是怎么欺负你？今天爸爸替你讨回公道。他说我是丑小鸭，不配做你的女儿。什么？他还说，如果没有我的出现，这个位置就是他的了。
爸妈，你也觉得圆圆是丑小鸭吗？一派胡言！曲小姐，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。今天你必须给圆圆道歉。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这明明是他自己说的呀。陈总，今日你要执意如此吗？我敢保证，以后我梦梦绝不再踏入陈家半步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今天必须跪下来给圆圆道歉！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按住！我看谁敢！大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萌萌没有伤到你吧？我没事。那就好。我道歉。梦梦，大叔，对不起，都怪我连累了你，不然的话你不会受伤。不怪你，是我的责任。没事。对不起，陈先生，今天的事儿我真的很抱歉。妈妈。糟了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抱歉，副总，我来迟了。不迟。何世义，这话什么意思？跪下！交代吧。我错了，我不该篡改陈总的鉴定结果，还请副总饶我一命。篡改结果？这话怎么讲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说过，该后悔的是圆圆，你才是我的圆圆。陈总，请你注意分寸。这是一场真假千金的戏码呀！原来是李诗诗才是假的，真正的千金原来是傅太太啊！梦梦，你听爸爸说。陈先生，我是戚梦梦，不是你的女儿。副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总，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？说，谁指使你的？是，快说！是他指使的。他给了我一笔钱，说只要我把鉴定结果改了，就把我送到医药协会就职。华女，我满心欢喜找回来的女儿，居然是冒牌货！李诗诗算得一手好牌艺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是你女儿，那个玉佩是你给我的，是他们传统医生在撒谎，爸，我真是你女儿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狡辩？滚！来人呐，你给我拉出去！你们好，你不能好死的杀了你！梦梦，你替爸爸解释。梦梦是我傅十一的太太，你刚才不还信誓旦旦的叫她下跪道歉吗？傅十一，这是我和梦梦的家事，你别掺和。哼，家人，梦梦，她是你的家人吗？大叔，我想回家了，我不想再回家。哎，梦梦，你原谅爸爸吧，爸爸是糊涂啊！陈总，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梦梦是我傅十一的太太，和你陈家毫无关系。走。你原谅爸爸吧，梦梦，是爸爸一时糊涂啊！梦梦，你怎么想的？大叔，你说我应该原谅陈先生吗？梦梦，跟随你自己的心意走，不原谅也没有关系。我和宝宝都是你的家人。梦梦不怕，我们傅家都是你的家人。谢谢妈。今天你的情绪波动大，喝点汤补补哦。太太，秦朗秦院长想要见你一面，他现在在外面等着呢。不见。梦梦，他肯定是来当说客的，你想见吗？大叔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走。
副总，秦小姐。金教授，有话直说吧。本来我太太上次想帮你们一把，谁成想你们给她受这么大的委屈。副总，这件事中间太多转折了，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我是代替我师傅向默默来道歉的。道歉也能找人代替？我知道这件事伤了默默的心，可是我师傅他也是受尽之人呀。他本来是想亲自来道歉的，可是他的身体抱恙，目前还在医院呢，实在没办法来。他生病了？这都是借口。副总，还是麻烦您再说说情。我师傅他是太想念圆圆了，他实在是许你心切啊。亲切。既然如此，也没什么好争的，请回吧。副总。大叔，我想好了，我想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。默默，你明天确定要去找教会吗？我打算问清楚了我等你走失的真相，这样我才知道方面。好，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。李诗诗，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。谢谢你啊，大叔。傻瓜。默默，你最近晕头反应很严重，情绪波动也大。明天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好吗？医生，是宝宝有什么问题吗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倒是说呀！恭喜副总，太太肚子里怀的是双胞胎。双胞胎？大叔，我们有2个可爱的宝宝了。默默，谢谢你。我腹水有2个孩子了。真好，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是2个可爱宝宝的妈妈了。只不过我的妈妈……大叔，我们现在能去戚家？当然可以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马上就去。等一下。喂，副总，我们查到齐俊又去赌场交易了，并且所带的现金足足有200万。我知道了。你说，咱把这个事儿跟店里思思说，不会转头就把它卖了吧？不可能，就算那玉佩在他手上，他也没有证据告咱们。再说了，他也给了钱了，他不可能给别人说的。咦，这俊俊不是去医院包手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是啊，原来是俊俊回来了，去开门。怎么是你们呀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好你个齐梦梦，你带这么多人来，娘娘是砸场子来了吗？娘家，你们这家人哪个人把齐梦梦当娘家人了？怎么没当了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妈了。我今天过来，就是想知道当年的真相。真相？什么真相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是不说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嘿，别以为你有钱有势，我就怕你。我可告诉你，我是你丈母娘，这天底下就没有女婿欺负丈母娘的。大叔，我自己可以。我今天过来就2个问题：第一，我是不是你们拐来的？还有就是，我亲生父母到底是谁？亲生父母？我就是你亲妈。你个小贱蹄子，别以为你带个姘头来我就怕你。你是我的女儿，老娘教训你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我呸！你干嘛呢？把人给我带进来！放开我！君妈！好你个齐梦梦啊！你敢欺负你弟弟，我把你从小带到大，你良心都被狗吃了吗你？你们一直都是这样，
从小到大，只要是弟弟犯的错，你们都会怪在我头上。你少给我扯那没用的，你赶紧叫人把你弟弟放了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再废他一只手。你敢！我真不敢！我说还不行吗？你其实是陈氏夫妇的孩子。我当年在陈家做女佣，因为偷了你妈的项链，你妈就把我赶出陈家了，还害得我差点坐牢。所以我对她怀恨在心。就在她生产的当天，我就在产房把你给偷走了。所以你把我偷过来，就是为了报复？没错，谁让他当年差点害我坐牢呢？哎，不过还好，他知道你被偷走了以后呀，就得了抑郁症去世了。这样也是对他的报应。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妈，你跟他们废什么话呀？啊，赶紧让他们把我放了。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你们的宝贝儿子根本就不是我和大叔揍的，他是自己去赌场被人打的。你们以后就守着你们的废物儿子度过晚年吧。你说谁废物了？大叔，我们走。好。梦梦，梦梦，把你们收拾一顿，赶出南城。陈总，有何贵干？副总，这个梦梦她还好吗？我就想来看看她。陈总，梦梦是我的太太，似乎跟你并没有关系吧？那天的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，我真的想看一眼圆圆。不好意思，梦梦已经休息了，您还是不要打扰她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梦梦，就算是你的家人，我也不会再给他们伤害你的机会。妈，我求你，梦梦，我不要再跟那个啥。你站起来，还看得起你？梦梦，你醒醒。看得起你。张妈，把家庭医生叫过来。申毅，梦梦怎么了？妈，梦梦发高烧了。副总，太太发高烧了，我怕再烧下去就会有危险。是。副总，太太现在必须得降温，烧得太厉害了，再这样烧下去，不仅对大人可能会造成影响，还会影响副总的孩子。那现在给他吃退烧药，会影响到孩子吗？我们平时说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退烧药对孕妇其实还是有一点副作用。不过可以用中成药试一试，再配合物理降温。如果温度降下来了，就不用打针。去，南城医院最好的专家都给我叫过来，太太跟孩子一个都不能有事。是。这辈子第一次进富家别墅，以后都能成为我炫耀的资本了。那说不定呢，我们以后还能常来呢。毕竟傅太太可是孕妇，来之后也是需要精心照料的。妈妈，你醒了？大叔，这是怎么了？梦梦啊，你发烧了，告诉妈，现在是不是还很难受啊？我没事了，妈，就是有点头晕，眼睛有点看不清，还有点咳嗽。太太，请问你这段时间是不是有点焦虑？是有点，不过没什么大碍。你们辛苦了，大叔，你让他们先出去吧。妈，把他们送出去。
你刚刚醒，身体还比较虚弱，你再睡会儿好吗？大叔，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。傻瓜，怎么会？你再睡会儿。医生，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？梦梦发烧跟心病有关系？理论上是这样的，毕竟太太是孕妇，她的情绪对身体也有很大的影响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师爷，梦梦她又是为了戚家人吗？是啊，梦梦最近受的波折太大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开心一点。太太，您终于醒了。副总有事去公司了，您先去忙活吧。嗯。喂，小丫头，你睡了一天，终于醒了。嗯，大叔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怎么想我了？我是想和你一起吃饭。身体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现在感觉特别好。那这样，你穿上衣服，穿厚一点，我叫司机送你来公司，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？真的呀？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换衣服。你好，我找傅十一。好的，太太，这边请。大叔不应该在办公室吗？喂，大叔，你在哪儿呢呀？你顺着前面的小路一直走，走到一个花坛中间，往左拐就看到我了。出汗了，走得很快。哪有，我走的可慢了。大叔，我们晚上就在这儿吃饭。当然了。梦梦，嫁给我好吗？大叔，我们不是已经……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但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们在一起这段时间虽然不是很长，但是我深刻明白了你对我的重要。是你让我单调的生活变得多彩，是你让我明白了生活它不只是一个名词，而是一个动词。我虽然不能给你全世界，但我可以把我的全世界都交给你。梦梦，嫁给我好吗？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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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。 사랑을 말하고 있죠 꿈이 아닌 길을 난 기도해봐요 我愿意，傅十一，我也爱你，我也愿意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你。大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和我们的宝宝一个家。 天哪，副总跟太太真的好幸福呀！上哪去找像副总这样的男人啊？祝福副总抱得美人归，这都求婚了，距离婚礼还有多久啊？这个月工资双倍，婚礼全部都来参加。不过，大叔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呀11这小子呀，可准备了1天了，一整天啊？那我这一整天都在睡觉。 大叔，你这也太辛苦了。梦梦，时间不是问题，只要你和宝宝能开心健康，一切都值得。大叔，你真好。凭什么？秦妈妈。 害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凭什么也可以拥有这一切？傅十一，这都是我的。
大叔，我饿了，宝宝也饿了，我们晚上还没吃饭呢。我这么跟你说，我想吃你亲手做的，就一碗面。好喽，来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哎呀，真香！小山猫，吃吧。大叔，你真好。怎么样？这也太好吃了吧！那你没看谁做的？大叔，你来尝尝。哎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哎呀，快尝尝，特别好吃。那是。好吃吧？好吃吧？我放松调料了，默默，我去再给你做一碗。不用了，大叔。你吃了坏肚子了？大叔，我真的觉得这碗面特别好吃，这还是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这么认真的给我做饭，我真的感觉特别开心。谢谢你啊，大叔。傻瓜，赶紧走！3日之内，你们一家滚出南城！我们在南城住了这么多年，凭什么让我们走？你去把这个齐梦梦给我找出来！你敢这样对我，我跟他没完！你还有脸见太太？父母说了，你们要是不愿意走，那我们就把你们腿打断，亲自送你们走。妈，咱就别闹了啊！我真的不想再断手断脚了。你怎么这样呀？啊！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？走吧。齐梦梦那个小贱人，竟然把咱们一家赶出来！是我，就是你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们一家现在成这样，还不都是被你害的？都是戚梦梦那个贱人害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难道就甘心这么被赶出南城？不甘心又能怎么样？齐梦梦那个姘头可是有权有势的，我们能怎么办？我有个计划，可以教训一下那个戚梦梦，到时候你可以拿到钱就远走高飞，你想不想？什么计划？不成！齐梦梦那个小贱人和我们家都闹掰了，她能相信我的话？就戚梦梦那个性格，你一服软，她难道不会顾往日情面吗？这……王振父母可这样，要不我打电话呀？让副总过来陪你吧。没事，不用叫大叔。大叔前几天为了陪我，耽误了不少工作，我不想再影响他了。那个宝宝我也得听。没事了。喂，啊，梦梦，是我，爸爸。有什么事吗？我知道你和妈妈之间有一些矛盾，这不，你那个老公已经把我们撵出南城了。这几天啊，爸爸天天都在想你。明天就是爸爸的生日了，爸爸想叫你回家来陪爸爸吃顿饭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怎么这么想啊？就算你不是我们亲生的，这也是我们一把手养大的，就是啊。爸爸现在也
得想清楚了，咱们之前这一家人的恩怨就化解了吧，咱们以后好好的过日子，行吧？难道在你眼中我受到的伤害就不值一提吗？你生日就和你的宝贝儿子一起过吧。喂，瞎服了。人家现在是有钱人的，怎么能还想起来咱们家？我看不行啊。这怎么能行？死丫头把咱们家害得这么惨，不行，这笔仇我一定要跟他算。对，妈说的对，这件事儿啊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他现在既然是有钱人，咱就必须得拿点子偿分。啊，他现在不是怀孕着，那他就一定会有做产品的事。你的意思是？哈哈哈哈哈！太太，副总说了，他开完会7点来接你。我们现在这样等一会儿吧。喂，喂，梦梦，我这路上有点堵，可能晚几分钟到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，开车慢点啊！你是喂，梦梦，怎么了？车牌有多少？我马上到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？要快放开我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老公一定会来救我的，他可是富士集团的总裁。早知道我被你们抓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别他妈吵了！过了今天呀，平常见不见得到你老公都是个问题。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这才过了几天呀，就不认识咱们自家人？这你这话真多呀！我闭嘴！副总，你终于来了。梦梦被他们带走多久了？20分钟。马上调查医院门口的监控，追踪太太的位置。是。消了，快点！我不能害怕，我现在是2个孩子的妈妈，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宝宝和我自己。走，走！戚梦梦，你也有今天呀！诗诗，不错，只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我是谁。你把我绑到这儿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猜？李诗诗，你疯了！杀人是犯法的，要是敢动手的话，你绝对逃脱不了干系。你猜对了，我就是疯了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就算是下地狱，也要拉着你一起。这是你自己自作自受，与我无关。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这个狐狸精抢走了傅十一。凭什么？我跟了他那么久，凭什么他就娶了你？大叔说了，他跟你就没有感情，他不属于你。你别以为你嫁给了傅十一你就了不起了，你现在已经死到临头。我是先刮花了你这白嫩嫩的小脸呢，还是先扒光了你的衣服，把你的裸照铺传到网上呢？你敢？还在嘴硬！
看来还是个硬骨头啊！李诗诗，你疯了鸟！看来还是个硬骨头啊！李诗诗，你疯了鸟！咱们不是说好了把他保护，跟那陈老头换钱吗？你这样，这钱还怎么拿？你怕什么？我又不会杀了他。他越惨，那个姓陈的就给的越多。你卑鄙无耻！骂吧，尽管骂吧。过了今天，你可就没有机会骂了。我劝你赶紧放开我！我要是出事了，大叔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你现在还有机会让傅时义能找到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敢杀人啊？这个我就不好说了。你要为你爸妈，我今天就扒光你的衣服！我快些，这事啊就怪不了我，这要怪只能怪你是一个不孝女。哎，放心啊，我呀就拍张照片和视频发给你那个孙女亲，别怕了。其实你混蛋！我是混蛋姐，但是这些照片和视频要是给你那所谓的亲生父亲看，他会不会拿钱来救你？还是说他看见你像这样子嫌你丢人，不想见你了啊？行了，差不多了。梦梦居然会给我打视频！妈妈，陈总，您看这是谁啊？诗诗，你想干什么？快放开梦梦！想救人啊？可以，拿3000万来南郊仓库来赎人，记住，只能一个人来，不然你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你的宝贝女儿。准备车，是。位置找到了吗？监控显示，面包车到了南郊之后就开出了监控范围，我们目前还在排查。继续找，把整个南城再给我翻一遍。你要是这么对我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秦梦梦，我看付出代价的人应该是你。你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傅时义是我的，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挑衅我。今天就要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点还配得上傅时义？像你这种菟丝花，也只配给我提鞋。就算如此，他的妻子是我，也不是你。好啊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既然你不怕死，那他呢？你不能动我的宝宝。宝宝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孩子才这样负杀的。如果他没了，傅时义他会要你吗？啊？诗诗，你疯了吗？你是不总会遭报应的。就算我李诗诗会遭到报应，你也看不见了。我告诉你，等钱你拿到手，就会把你还有那个姓陈的都杀了，扔到野山上去喂野狗。李诗诗，你个疯子！哎！李诗诗，你住手！来了呀，钱呢？不要过来！全都在这儿，给我放了！大叔，李诗诗，你把手放下！你不要过来！你要过来的话，我就把他给杀了！
李诗诗，你把手松下！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把他给杀了！你有什么仇恨冲我来？我怎么可能会恨你？我那么爱你。你要什么样的条件才放了梦梦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不管我提出什么要求，你都答应我？那好，你现在就宣布，你跟戚木木离婚，把我给囚禁。不要！发什么神经？这辈子我最爱的就是梦梦，只有他才能做牢，谁也取代不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们只是要钱，你只要把钱拿给我们就行。人在这儿，你一个人过来，把钱放下，不许别人跟着。不要过来！你给我别人了。妈，都是钱！梦梦，你没事吧？梦梦，你没事吧？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梦梦，你刚才想我什么？别想活着出去！够了，李诗诗！你这么对梦梦，绝对不会在你手下留情的。副总，人已经抓到了。秦梦梦，你不得好死！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到牢里去说吧。带走。秦梦梦，我要杀了你！放开我！大叔，快救救我吧！梦梦，马上送你父亲去医院。梦梦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如果爸爸不在，你也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。不会的，爸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真的，爸，真的，爸，真的，真的。梦梦，梦梦。梦梦，你醒了？大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天我们一起送你爸爸去医院的路上，你突然就晕倒了，医生说你压力太大。那我爸爸他怎么样了？还有宝宝。梦梦，放心，孩子没事，你爸爸也没事，他已经度过危险期了，啊，放心吧。大叔，我们现在能去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扶你起来。慢点。爸，梦梦，你来了，走，走走走。梦梦，你好些了吗？爸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你。爸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傻丫头，你是爸的女儿，爸就算是为你去死，都愿意。没事儿，就这点小伤。你看，爸的身体很强壮的。怎么可能是小伤啊？你当时流了这么多血。爸现在没事，放心吧，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一定会好好陪你的。那你一定要说到做到。一定说到做到。
总，梦梦的事儿，谢谢你了。梦梦是我的妻子，照顾她是我应该做的。你说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这个女婿啊，我认可。掌声有请新娘入场。快看，副总和副夫人真是般配啊！小傅啊，我可是把我的宝贝女儿交给你了。你要是对梦梦不好的话，可别忘了，她的背后有我们陈家撑腰。伯父，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梦梦。接下来，我将向2位新人提出最诚挚的提问。请问新娘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生老还是病死，是否愿意一如既往地选择傅时义先生成为您的丈夫？我愿意。好，那么新郎，不管贫穷还是富有，生老或者病死，你是否愿意一如既往地选择戚梦梦小姐成为您的妻子？我愿意。梦梦不怕，你和宝宝一定会平安。宝宝什么时候出来了？检查啊！家属请指时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预产期还有些日子吗？是啊，梦梦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医生说，梦梦在怀孕期间所受的刺激太大，才会导致孩子超载。现在只能看天意了。家属呢？谁是孕妇老公？我。孕妇现在难产，可以经医人陪产。好的，我去。你们等一下。你一定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孕妇现在状况十分危急，需要打催产针，你们2人尽快决定。这个针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吗？现在就打，不管有什么伤害，我都要健康的把宝宝生下来。梦梦，加油，一定能做到。你说，我不行，我坚持住，梦梦，坚持住。宝妈加油！我已经可以看到宝宝的头发了，再努力一下，宝宝就可以生出来了。放轻松点，来，呼吸，仔细。你成功了，你做到了。哦，哎哦，我可是孙子孙女都有了呀。老陈儿啊，我可当奶奶，你呀就当外公了。好啊。大叔，我当妈妈。我也当爸爸了。